芷清，香儿与我有救命之恩，又先与我拜堂成亲，生下了长子。这世子妃的位置本应是她的。我知道你守寡3年，心中委屈。将来香儿做正室，你做侧室，我会一视同仁，绝不偏向任何一个。出嫁从夫，你不要净耍些小家子脾气，否则别怪我心狠休了你。谁家上门做客，还有休了客人的？3年前，荣景战死的消息传来时，我的花轿刚抬进英国公府的大门。报！边关传来消息，世子爷战死了。我不顾众人劝阻，前往边关，双手在尸山血海里翻得血肉模糊，最终也没有找到他。我一病不起。家中父母诸事有芷清照料，他爱我至深，定会守着我的牌位过日子，不会不管。现在朝堂混乱，不如趁着机会假死几年，也好陪着香儿你与孩子长大。景郎，你真好。荣景，你假死弃我，那便婚约作罢，死生不复相见。怎么？难道我说的不对？荣氏世子说笑了，我何时嫁给你了？3年前，全京城的百姓都知道你的花轿进了英国公府的大门，你还在这里狡辩些什么？当时我都没在府中，你就急慌慌的上赶着进门，不就是怕被别人抢走了我身边的位置？现在倒是不认了。宁远伯府的女儿都这般没有脸皮。世子慎言，这话要传出去，宁远伯府的女儿怕是都不用嫁人了。姐姐，我知道您不愿让出世子妃的位置，我虽与景郎拜堂在先，是他明媒正娶的妻，可只要您能让我进门陪在景郎身边，给我和孩子一个容身之所，就算让我做丫鬟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我磕头求您了。够了，薛芷清，你何时变得这么霸道？明明是香儿先与我拜堂成妻，她才是我的正妻，你还要让她跪下来求你，如此刻薄，信不信现在我就写下休书？她自己要跪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姐姐，快去叫太医！安然，快来人啊！拦住他！亏你还是伯府小姐，名门闺秀，竟学些妾室手段，在这里装柔弱。香儿那点力气能伤得了你几分？值得你兴师动众的要去请太医，还装模作样的起不来身，谁都不许动！我倒要看看他能装到何时。小梅，闯出去，去找太医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！就是这些年家中看你守寡，太过让着你，才叫你这般刁蛮任性。就连身边的婢女也目中无人，敢以下犯上，统统都给我拉出去发卖了！放肆！你敢发卖我的婢女？我是府中的世子，只是几个小小的婢女，我有什么不能发卖的？住手！按住他！世子不能卖，这位可是……徐伯莫要劝我，我今日就要杀他的威风，省得我多年未回。他眼里连我这个夫君都没有，将管家拉下去！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以为耍这种手段我就不会追究你欺辱香儿吓到轩儿了吗？荣景，就算没有太医，也把府医叫过来。姐姐别怕，只是被撞到，用不着麻烦府医。我和人学过些推拿之术。景郎，把姐姐抬进屋里去吧，我给她按按就好了。来人，把她抬进去。放肆！你可知我腹中……你才叫放肆！香儿好心给你治病，你还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她，还不快点给她道歉！荣景，你竟敢让我跪个妾室！香儿是我明媒正娶的妻，哪里容得你随便侮辱？今日身为夫君，我就要好好教教你该如何侍奉正室，否则连点尊卑都不懂，以后怕不是要骑在香儿的头上。去给香儿敬茶，她接下了你才是侧室，她要是不接，你也就是个通房丫头，哪里来的脸在府里耀武扬威？
景郎，我好疼！我看这国公府也不下我们母子，怕是过门就要被害得骨头都不剩。我还不如带着轩儿出去，接着靠卖豆腐为生，也好过进了这虎狼窝。我没有。好你个蛇蝎心肠，看香儿为我生下嫡长子，就心中嫉妒。薛芷清，你真是恶毒至极！天爷呀，快去叫府医啊！娘，我知道她这3年没少侍奉你，但那是她嫁进来应该做的，您不必这样护着她。方才她还在我面前嚣张跋扈，欺辱您儿媳，都是府中太过纵容，才让她如此是非不分。你糊涂啊！你可知芷清她是什么人？我当然知道，她虽嫁我为妻，可只是花轿过门，又没拜堂，我自然是不认。只有香儿才是我的世子妃。看在她替我侍奉你们多年的份上，我已经允了她侧室的位置。没想到她还不知足，闹个不停。来人，把她给我关进柴屋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准放她出来。荣景，我要是有个好歹，必将你千刀万剐！姑娘，你再撑一会儿，我已经叫人进宫去通知了王爷，王爷马上就会来了。夫人吉人自有天相，要是老夫来的再晚点，这腹中的胎儿可就保不住了。你说什么？胎儿？我3年未归，你哪里来的胎儿？薛芷清，你既已经嫁给了我，还敢和野男人珠胎暗结，简直不知廉耻！说，那奸夫是谁？荣世子的耳朵是聋了吗？我都说过没有嫁你，哪里来的奸夫？虽然姐姐空闺寂寞，但也不该做出这种丑事，这让夫君的脸面往哪里放？那个奸夫是谁？姐姐还是快点说出来，免得夫君生气，亲手除了你肚子里那个野种。那人要是听到自己的孩子被称作野种，怕不是要屠了英国公府。够了，我们走。你以为这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给我拦住他们！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薛氏，你个水性杨花的贱妇！亏我还想让你当侧室，现在看来给我当个侍妾我都嫌脏。今日我就要休了你，拿支笔来。景郎，你先消消气，姐姐好歹也为你守寡3年，要是就这样休了，明日京中众人还不知怎么骂我们国公府薄情寡义呢。不如让姐姐把这个孩子递掉，留在府中给你当个通房丫头，对外说卧床养病，也不会传出闲话，坏了国公府的名声。不，荣姐，你不能这样做。香儿说的没错，而且要是让你怀着野种走出我家大门，满京城都会传遍我国公府偷人的笑话。我家的百年青玉岂容你玷污？把这药给他吃下去，他肚子里的野种不配活。姐姐莫怕，你知道这野种必须除掉，否则夫君的脸上难堪。姐姐放心，这药只会打了你腹中那块肉，必不会伤了身体，以后必然还可以为夫君孕育子嗣。我没有嫁你，肚子的孩子也和国公府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求你放过他。夫君，姐姐不听话，抵死不从呢，还是你亲自来吧。王爷，你是何人？竟敢擅闯进我英国公府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好个
个英国公府。今日之事，本王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！王爷，我们的孩子怎么样了？孩子无事，亲亲你莫要心急。太医说你需要静养。王妃娘娘，吉人自有天相。胎相虽有些不稳，但只要卧床静养数日，按时服药，便可保母子平安。王爷，我要他们死！此事我来办，敢伤了你，我定会让他们血偿。裴丽在3年前朝堂最乱的时候，凭借一己之力平定叛乱，扶持小皇帝上位。3年来，早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摄政王，而国公府在荣景假死之后越发没落，现在连个3等的功勋人家都不如。王妃啊，您就帮帮我家女儿吧，那赏花宴您就去瞧上一眼，也是极好的。夫人，你起来吧，届时我会去参加的。哼，早知如此，我才不会去赴那劳什子的赏花宴。王爷，陛下有10万火急的政务要与您商议，宫中已连派3拨人来请了，求您快随咱家进宫吧。告诉陛下，本王今日身体不适，让他自己拿主意。王爷三思啊，此事事关边疆军情，非您出面不可啊。王爷，国事为重，我已无大碍，这里有丫鬟们伺候着，您快去宫中吧，莫要让陛下久等。好，本王处理完政务，便立刻回来陪你。去小厨房取些梅子茶点来，嘴里总是觉得没味道。是。谁在那边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明白了，你那奸夫是摄政王府的人。姐姐，你怎么能如此糊涂啊？谁不知道摄政王治家森严，残酷无情？要是被他发现你和他府中的下人苟且，他不是要把你那奸夫活活打死，还要把你扒光了衣裳，丢到大街上去遭千人唾弃，万人骂。国公和国公夫人难道没有跟你们说清楚吗？你这个贱妇，还敢提我父母？他们昨日早就被你气得急火攻心，昏迷不醒，命在旦夕。若非如此，我堂堂世子怎会屈尊降贵，匆匆跑到这摄政王府来求药？求药？我只看到2个翻墙而入、行踪鬼祟的毛贼，哪里是来求？明明就是来偷。荣景啊荣景，几年未见，你这堂堂英国公府的世子，也是沦落当上窃贼了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！薛芷清，你少在这里颠倒是非，血口喷人。既然你那奸夫是摄政王府的人，是不是你在暗中搞鬼，让门房不准通报，还想要把我们打出去呢？裴丽吩咐的好，见到国公府的人就该打出去。若是真心求药，你大可跪在府门前，让京城百姓都看看你的孝心，何须偷偷摸摸的进来？要知道，求王爷的人能从城南排到城尾，谁知道你带个女子上门，是不是要给王爷送礼的？姐姐怎么能如此羞辱我？
全京城都知道摄政王宠妻如命，我只是想为夫君分忧，进来求一求摄政王妃，救父亲母亲性命。你们伤了本王妃，还想进王府大门求验？没把你们在门口打死都算良善，现在赶紧给我滚出去！不可能！你竟然敢冒充摄政王妃，你还想不想活了？姐姐还是别说这种话。听说摄政王对王妃用情至深，若是听到姐姐在这里冒充王妃，辱了他的名声，岂不是害了国公府，害了世子？上次带走你的那个奸夫，我还没找你算算账，现在你还在这里信口雌黄。不过既然你时常来这里，定然知道药房在哪儿，赶紧去把护心丹拿出来。哼，我也可以现在就把你带走，以后老实关在国公府里，省得你出来丢人现眼。不过在那之前，你要把那奸夫叫来，我要把他杀了，以绝后患。休想！来人，把这2个人给我抓了！王妃，贼人该如何处置？你真的是摄政王妃？荣景，你这英国公世子也是不用当了。回京来连不能得罪的人都没认清，真是蠢笨如猪。国公夫妇摊上你这么个儿子，真是上辈子造了孽了。不可能！你明明花轿已经入了我们，怎么可能是摄政王妃？你是不是让那个奸夫帮你，令他们言听计从？我知道了，那奸夫一定是摄政王府的护卫首领。等摄政王回来，我就向他表明，让他杀了你们这对奸夫淫妇。管摄政王叫做奸夫，你还真是嫌命太长。如你所说，花轿入门却并未拜堂，算不得数。我怎么就不能另嫁他人？可芷晴，你明明爱我至深，今生说非我不嫁，都是年轻时的玩笑话，算不得数。那既然如此，爹娘也是放了你离开，对你有恩。现在他们性命有危，姐姐已经是摄政王妃，就还请救他们一命。没错，我爹娘以前把你当亲女儿对待，你做人不能忘恩负义。你想走，除非你今日撞死在这儿，换作贞节牌坊，否则绝不能出我家的门。给我把他们拖下去，扔到大街上。是。摄政王府没有2位要的东西，还是去别处寻寻吧。薛芷晴，那是救命的护心丹。关门。护心丹，最后一枚药昨日就被我服下了，就算有，我也绝不会救那2个忘恩负义的人。王妃，外面都在传荣世子带回个卖豆腐的女人，非要立为世子妃。听说国公爷和夫人刚醒转，就又被给气病了。3年前，我千里奔赴边关找她尸体，世人说我痴情。我改嫁裴丽时，又骂我忘恩负义。如今看她这宠妾灭妻的疯样，世人倒替我庆幸了。父亲、母亲，这是儿媳千辛万苦从仙道那里求来的神药，你们快服下吧。这到底是什么药？母亲，这是神药，儿媳跪了3天3夜才求来的，一定能治好您的病。来，母亲。香儿，好孩子，这些日子委屈你了。既然如此，父亲母亲，我想把香儿和轩儿的名字写进家谱。好。摄政王，陛下请您过去商议要事。本王去就回。你不该嫁给裴丽。我要嫁谁，与荣世子无关。你可知裴丽是什么人？阴狠狡诈，心狠手辣。她把持朝纲，现在宠你只是图新鲜。等孩子生下来，她就会纳妾，一纸休书把你变成弃妇。荣世子这是在担心我。你我青梅竹马，只要你落掉这个野种，跟他和离，我还能在国公府给你个容身之处。裴丽待我如何，我比你清楚。她再狠，也比你个假死抛弃父母、私会外事的烂人强100倍。那是无奈之举。香儿怀了我的孩子，我若不管，她怎么活？更何况有你在家照料父母，我很放心。可你竟然为了自己快活，转头嫁给裴丽。我不改嫁，难道等你们回来羞辱我？你不准诋毁香儿。薛芷晴，你以为没你的药，我就救不了父母？姐姐，夫君说的对，你早些为自己打算。
倒是让夫君接你回府，我们姐妹一同服侍。和我姐妹相称，你还不配！你，荣世子，英国公和夫人晕倒了。倩倩，莫怕。国公和夫人这是中毒了。太医，这是什么毒？像是丹毒。最近，二位服过什么奇怪的药吗？病危。听说世子妃刚献了神药，你怀疑我？薛芷清，你为了报复爹娘，竟然下锅害他们！是不是你？药若没问题，世子妃在紧张什么？不如拿给太医看看，药早就吃完了。夫人服药时，药盒里还剩了些碎渣，被老奴留下了。没错，里边有剧毒，吃了虽能让人容光焕发，实则内脏会慢慢溃烂而死。夫君，你要信我！报告王爷，之前那个招摇撞骗的道士找到了。你当真以为自己做的神不知鬼不觉？王爷，你莫要信口开河，香儿绝不会害人。堂下何人？草民张三是个走奸串巷的方式。那毒丹是你卖的？是他，是这位夫人从我这里买。夫君，不是我没有。他是被收买了，诬陷我的。你这妖道，休要胡言乱语！你可有证据？草民卖药前说的清清楚楚，此药名为焕颜丹，虽能让人短时间内精神焕发，实则透支生机，乃是虎狼之药，久服必死。可这位夫人说她不在乎，只要效果好，价钱不是问题。她还特地问了，要多久才能毒发身亡？说是不想让人那么快死，要慢慢折磨。你撒谎！你撒谎！诸位明鉴，是他，一定是他陷害我。薛芷清，我真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。我知道你怨我，也嫉妒香儿为我生下孩子，可你怎么能用如此歹毒的手段去构陷她？你身为摄政王妃，就这般没有容人之量吗？陛下，此事定有蹊跷。薛芷清与臣妻素有嫌隙，此番人说言辞漏洞百出，恳请陛下详查，切莫被奸人蒙蔽。把下一个人证带上来。草民孙继民参见陛下。你便是裴爱卿所说的另一位人证。回陛下，正是。月余前曾有一名婢女到草民的药堂求购一味禁药。一派胡言！为英国公府采买药材皆有渠道，岂会去你那小药房买禁药？那婢女所求购的乃是西域奇毒腐心草，此草无色无味，碾碎混入丹药之中，初期令人气血虚旺，但只需月余，便会五内俱焚，无药可救。此乃禁药，但那婢女出手阔绰，草民一时鬼迷心窍。账目上面清晰记载了交易时间、药材以及那婢女按下的手印。苏夫人，你身边可有一位叫做春和的贴身丫鬟？将春和押上来。春和，是你自己说，还是等本王用刑？哼，看来是个中仆，拖下去，上刑。不要，陛下饶命，王爷饶命，奴婢承，奴婢全都承。是夫人让奴婢去买的。那道士的焕颜丹也是夫人命奴婢去寻来的。夫人说，国公爷和夫人总拿他和王妃娘娘比较，让他心中不忿，便想着给二老一个教训。他说腐心草可以神不知鬼不觉，让他们慢慢衰弱致死。不会有人发现，这一切都是夫人指使的。怎么可能？陛下，他在撒谎！这个贱婢在撒谎！香儿，你冷静点。让他说。苏夫人，你说春和诬陷你是受人指使，那么本王妃倒想请教几个问题。其一，你说她怀恨在心，春和是你从娘家带来的，跟了你数月，
他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，要冒着株连九族的风险构陷你？还是说他早就盼着你倒台，好让自己也跟着陪葬？就是被收买了，是你薛芷清，你看我得了夫君宠爱嫉妒我，才买通他害我。晴儿，这便是我要问的，我何时收买的他？又是如何联系的？我一个身居王府的孕妇，连宫宴都是今日才出席，难不成我还能飞天遁地潜入你英国公府不成？苏夫人，你未免太看得起我了。还是说你那位精明的夫君就是个连后宅阴司都看不穿的蠢货？你其三，国公爷与夫人服用丹药是你亲手奉上，你朝夕相处竟无察觉，这究竟是你作为儿媳的失职，还是作为主谋的故意视而不见？我没有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想让爹娘好起来，我有什么错？你没错，你只是太蠢又太贪。陛下，臣妇问完了，如何处置，全凭陛下定夺。够了，真是家门不幸！来人，将这个毒妇拿下，打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陛下饶命！夫君救我！夫君！陛下开恩，香儿她是一介弱女子，绝无可能做出此等大逆不道之事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如何狡辩？是被薛芷清这个贱人放肆！王妃之名也是你配直呼的。荣景，你可知蔑视皇亲是何罪？陛下，香儿是民间女子，不懂规矩，她跟着臣在外漂泊整整3年，我们东躲潜藏，生怕被发现。她一个弱女子跟着臣吃苦，哪里有心机谋害公婆？她给药只是出于孝心，想让二老接纳她，是她太天真，被人利用了。陛下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你这3年在做什么？真是蠢到家了，为了救人，竟然当众承认3年假死，这可是欺君。哼，好一个英国公府，战死沙场的英烈，原来是携着外事逍遥快活去了。朕的抚恤和追封，在你荣景眼里，难道就是个笑话吗？臣传朕旨意，英国公府涉嫌欺君罔上，冒领皇恩，即刻起将全府所有人等尽数软禁。听说了吗？那荣景根本没死，带着外室在外面逍遥了3年。何止啊，他那外室更是个毒妇，毒害公婆，在御前被摄政王妃当场揭穿了。最可笑的是，荣景为了给毒妇脱罪，自己把假死的事嚷嚷出来了，真是蠢得冒烟。是薛芷清，都是那个贱人。如果他乖乖认下测试，就不会有这么多事。不，是裴丽，是那个男人设下的圈套。我要回家，爹娘一定有办法，英国公府100年基业不会倒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胆敢围困英国公府？我是荣景，是这里的世子，给我滚开！荣世子，我们奉皇命查封英国公府，从此刻起，此地任何人等不得出入。奉皇命？不，我要见父亲，我要见母亲。我是这里的主人，你们没有资格拦我。陛下有旨，英国公府虽由禁军看管，但一切调度进出皆需听凭一人号令。谁？若有要事，须得摄政王手令方可。不想死了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我才刚当上世子夫人。苏香，这是你活命的唯一机会。你是谁？什么机会？有人不想看到摄政王一家独大，更不想看到英国公府这块肥肉落到他手里。武安侯，受武安侯胁迫，扣下家人，让我伺机下毒，构陷英国公府，打击裴丽。只要你照着这份供词去说，将罪责推给武安侯，我们就能保你。你只需要一口咬定是被武安侯所逼，其他的自然会有人替你安排好。这是要把我推到2大势力博弈的风口浪尖，若失败，死无全尸；可若不认，裴丽绝不会放过我。
如果我照做，我能活下来吗？知青一定是被逼的，他守在府里3年，定是对我情根深重。宫宴上他那般冷漠，一定是为了在裴林面前保护我。他是在向我求救，我这就去救他。这位小哥，一点小意思，能不能帮我送封信出去？世子爷，这不合规矩，只是给从前的未婚妻，如今的摄政王妃送封家书，求小哥行个方便。信可以送，但成与不成，我可不保证。王妃，这是英国公府那边托人偷偷送出来的。荣景竟还妄想用那点廉价的情分来博取我的同情，真是可笑。他想见我，也好。芷清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。荣世子，你信中所言，当真有天大的要事相商？芷清，我知道你有苦衷，是裴林逼你的，对不对？你别怕，我拼了命也会救你出火坑。救我？荣景，你看看你自己，如今不过是摄政王座下的一只羔羊，拿什么救我？你忘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以前说过非我不嫁的。情分？是你假死抛弃父母的情分，还是纵容妻儿灌我堕胎药的情分？你以为我来是念旧情？我来是想亲眼看看一条被关进笼子里的狗是什么模样。皇上，这是苏香亲笔画押的新供状。一派胡言！皇上明鉴，这分明是摄政王为铲除异己，收买奸妇，栽赃陷害。苏香毒害公婆，证据确凿，如今竟成了受臣胁迫，天下哪有这般荒唐事儿？皇上，摄政王权倾朝野，臣兢兢业业，却遭此毒手。他是要堵住悠悠众口，让满朝文武都变成他的应声虫，请皇上为臣做主。皇上，摄政王行事确实过于霸道，借机生事，恐寒了老臣之心呐。够了！此事疑点重重，既关乎国公府法案，又牵扯众臣清白。3日后，大理寺公开会审，朕要亲自听审。届时涉事之人必须到场。王爷，朝堂上的事我都听说了，苏香翻供了。鱼儿已经咬钩了，现在只等收网便是。既然是做戏，自然要做全套。朝堂的事我帮不上，但这后宅女眷的言语，我能助王爷一臂之力。王妃有何妙计？武安侯夫人陈氏是个急功近利的。我明天在暖园设场茶会，请各家告佞夫人，当然也包括这位侯夫人。王爷调武安侯，我便把鱼饵喂到他夫人嘴里。王妃妹妹，我家侯爷冤枉啊！摄政王手段雷霆，我家侯爷性子直，这次怕是凶多吉少了。侯夫人且宽心，是非曲直3日后自有分晓。王爷虽与侯爷政见不合，却绝非公报私仇之人。我只恨自己一介妇人，只能眼睁睁看他被构陷。姐姐莫要这般说，其实王爷这几日也为此事烦心。那苏香翻了供，王爷手中竟是没有旁的证据了。前日倒是连夜审出一个侯府旧仆，说侯爷曾让他伪造账目，可我看来这纯属无稽之谈，一个下人的话怎能当真？多谢王妃妹妹告知实情，你真是个心地纯善的好人。我身子有些不适，就先行告退了。
武安侯夫人，带着这味良药，快回去为你夫君掘坟吧。听说了吗？武安侯被卷进去了，就是苏氏下毒那个案子，可不是吗？都说是武安侯在背后指使构陷摄政王，朝堂快翻天了。武安侯构陷，裴丽这个阴狠小人，害了我公府，现在又要搅乱朝堂。喂，你过来。世子爷，小的们奉命行事，您别为难我。这不是为难，是给你天大的机会。裴丽现在忙着对付武安侯，防备罪悚，帮我这一次，等我恢复爵位，你就是大恩人。这是掉脑袋的罪过。富贵险中求，你以为裴丽事成后会留你这种看门狗？跟着我才有活路。今晚亥时，让你的人在后院角门巡逻时打个盹，其他的不用你管。亥时3刻，后院角门巡逻队会绕去东边，只有1炷香的时间，您自便。芷清，你看，我还留着，我一直都记得。芷清，等我，我这就来救你出去。芷清，我带你走，离开裴林那个恶魔。这是你亲手刻的，我一直带在身上。我知道你是被逼的，跟我走吧，世子之位我也都不要了。我们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，从头开始，好不好？荣景，你真的以为我是在等你来救我？荣世子，动作挺快呀。薛芷清，别装了，裴丽把持朝政，独断专行，你嫁给他不过是笼中鸟。今日本侯便带你走，等裴丽放权，自会放你离开。侯爷说的对，芷清，废了裴丽，我夺回国公府，到时候你就是我的世子妃。武安侯是要把我的王妃带去哪儿啊？侯爷深夜造访，本王已恭候多时，只是不曾想侯爷竟还与逃犯勾结，在此处会面，真是让本王大开眼界。不是的，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在这里，我与此事无关。侯爷不必急着撇清，你的人，本王已经替你抓到了。侯爷饶命，是您府下的管家找到小的，许了黄金100两，让小的放荣世子出来，栽赃。裴丽，你为了铲除异己，竟有如此手段！张统领，劫持王妃与叛国罪同谋，该当何罪？回王爷，按律当场格杀，株连9族。王爷饶命，臣冤枉，臣只是想来分一杯羹，绝无谋逆之心。被算计了，我是裴丽递给武安侯，又让武安侯捅向自己的刀。拿下！薛之谦，张统领，即刻封锁武安侯府和英国公府，任何人不得进出，所有家产、账目、往来书信，全部查抄封存。属下领命。玄甲卫听令，持本王手令，前往吏部、兵部、户部，将所有与武安侯往来过密的官员府邸全部包围，反抗者格杀勿论。是。传令京兆尹，连夜清查所有与武安侯有生意往来的商铺、钱庄，冻结一切账目。是。这就是摄政王的铁血手段，这就是他掌控朝堂的方式。你们干什么？本官是吏部侍郎。
饶命！饶命啊！小梅，动作快些。是王妃。风暴已经开始了，京城的权势要重新洗牌了。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我吵到你了。我睡不着，来看看你。吴安侯经营数十年，竟然一夜之间就被连根拔起。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他们一定很怕你。他们怕的是本王的权势，但芷清，这份权势存在的意义是让你和我们的孩子再也不必惧怕任何人。我会出去的，武安侯会救我。我是功臣，只要扳倒了裴丽，我就能带着荣景东山再起。听说了吗？昨晚京城变天了。你是说武安侯府的事儿？可不是嘛！摄政王血洗朝堂，武安侯府全家下狱，党羽一个都没跑。听说是因为武安侯和荣景那个蠢货合谋，结果被摄政王当场抓了现行。那个荣景真是蠢，被人当枪使，还往网里钻。武安侯这回满门抄斩，是逃不掉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原来那是陷阱，那个供词，那个公公全都是假的。我被利用了，我成了一枚最卑贱的弃子。荣景，你这个无能的废物！若不是你没用，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？薛芷清，凭什么你能安稳做你的王妃？凭什么？苏轼，出来吧。大理寺会诊，该你上堂了。疯疯癫癫的，快走！走，当然要走。这场好戏怎么能少了我呢？还好吗？若是不是，我们便回去。我没事，今日我必须在场。升堂，先审毒害国公夫妇一案，带人犯苏香。罪妇苏香，本官问你，你可承认于宫宴之上以丹药为名毒害英国公及国公夫人？认罪！本宫何罪之有？打倒！薛芷清，你看看你现在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真让人恶心。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以为你怀着那个孽种就能坐稳王妃的位置？没错，人就是我杀的，毒是我亲手调的。我不光要毒死他们，我还想毒死这天底下所有看不起我的人。冯父，英国公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要下此毒手？无冤无仇，他们活在这个世上就是对我最大的羞辱，都该死！你们所有人都该死！冥顽不灵，罪妇苏香，供认不讳，手段残忍。那两个老不死的东西早就该死了！大胆罪妇，公堂之上还敢如此猖狂！你国公夫妇到底有何深仇大恨？深仇大恨？不，我跟他们没什么恨。我毒死他们不需要什么了不起的理由，只因为我讨厌他们。我讨厌他们每天在我耳边念叨薛芷清有多好，讨厌他们吃着我亲手做的饭，却叹着气说，要是当初薛芷清嫁进来就好了。凭什么？我为他们荣家传宗接代，却抵不上一个早就改嫁的女人。他们不死，谁死？还有他，你们以为这一切都只是我一个人的错吗？他知道，他早就知道我恨透了那两个老东西。他眼睁睁的看着，什么都没做。
你胡说！你这个毒妇，你血口喷人！我胡说。荣景，我的好夫君，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？你们所有人都被他骗了。你们以为他这3年在外是为了什么？建功立业，为国尽忠。错了，他只是个懦夫。你们以为他回到京城是为了给父母尽孝，是为了重振英国公府的门楣，更是大错特错。他后悔了，他从回到京城的那一刻起就后悔了。不是抛弃父母，不是假死欺君，是当初为了我放弃了薛芷清。他后悔的是眼睁睁看着他唾手可得的女人，转眼间就成了高高在上的摄政王妃，成了他连仰望都不配的存在。何其可笑，又何其可悲！啊！贱人！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这个苏香你满口胡言的贱人！啊！放开我！你们这群狗奴才！苏香，你这个毒妇，是你，都是你害了我！如果不是你当年勾引我，我怎么会抛下芷清，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大胆狂徒，咆哮公堂，蔑视王法！来人，堵上他的嘴！肃静！本案经3司会审，人证物证俱在，罪犯亦当堂画押认罪。罪妇苏氏心性歹毒，谋害公婆，构陷朝臣，藐视国法。罪人荣景，身为世子，却临阵脱逃，假死逆身，此为叛国欺君；置双亲于不顾，此为大不孝；抛弃发妻，此为背信弃义。你与苏氏勾结，纵容行凶，包庇罪行，更擅闯王府，冲撞王妃，桩桩件件，皆是死罪。启禀陛下，罪人罪证确凿，恳请陛下钱纲独断，降下雷霆之威，以肃国法。恳请陛下圣裁。苏氏，你出身市井，没成想竟心肠歹毒至此，谋害国公夫妇，手段之阴狠，人神共愤。既然你喜用慢毒使人受尽折磨，那朕便赐你一个相通的下场，凌迟处死。荣景，你身为将门之后，本该是国之栋梁，却成了国之蛀虫。你叛国欺君，背信弃义，大逆不孝，英国公府100年清誉，尽数毁于你手，你还有何颜面去见荣氏列祖列宗？罪人荣景，判斩立决。传朕旨意，将荣景从英国公府宗谱除名，死后不得入荣氏祖坟。好啊！荣景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的下场！放开我！薛芷清，你赢了，但你别得意，我在地狱里等着你。你等不到我的，因为从今天起，我会活得比谁都好。结束了。我们回家，还好吗？若是不是，我们便歇一歇。我没事，今日我必须亲自走出去。痴心妄想！怎么了？荣景请求在行刑前见你最后一面。王爷的意思呢？本王不同意，那种卑劣之人不配脏了你的眼。不，王爷，让我去。我不是为他而去，是为我自己。
有些话我想当面跟他说清楚。这个结由我亲手来解，才算彻底了结。从此以后，我与过去才能真正的一刀两断。好，我陪你去。知青，知青，你终于肯来见我了。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，你还是念着旧情的，对不对？我错了，我不该假死，不该被苏香那个贱人蒙蔽。知青，求你跟王爷求求情，饶我一命，我愿意做牛做马。你记得吗？上元节放灯，你说非我不嫁，你忘了吗？知青，求你原谅我，原谅我！原谅？你该求的不是我的原谅，你应该去求的是你那被你亲手抛弃，又被你的毒妇害死的爹妈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心里对你意难平？你错了，我从未真正爱过你。你撒谎！你为我千里寻夫，守寡3年，你怎敢说没爱过我？我爱的是那个在画本里出现的品行高洁的少年英雄，而不是你，荣景，这个自私懦弱又狠毒的男人。寻夫不过是不肯承认梦碎，但我找到了什么？一个为外事而抛弃父母的逃兵。荣景，是你亲手杀死了那个幻影，我早就与你再无干系。不，知青，别走！你这辈子对我做过的唯一一件好事，就是当年你假死了一回。现在，劳烦你把它变成真的。呸！假死欺君，抛妻弃子，活该！还想害死摄政王妃，简直猪狗不如！看那毒妇还在笑，真是疯了！罪人荣景、苏氏欺君罔上，毒害尊亲，谋害皇亲。薛芷清，你赢了又如何？荣景心里念着的还是我。可惜了。先喝这个。御厨守在火炉旁炖了2个时辰，最是滋补。多吃肉，太医交代过，你如今双身子，若不吃得强壮些，生产时怕是要受苦。王爷，我这还没咽下去呢，你都要把满桌子的菜塞我嘴里了。胡说！本王看你今日才用了半碗，还是太瘦了。伸手时慢些，若是想吃哪个，只管开口。我又不是断了手脚，拿个碟子还是成的。不行，你现在身子重，重心不稳，万一伸手时磕到桌角怎么办？王爷这是恨不得替王妃把路都走了，把饭都嚼了呢。多嘴！只要你和孩子好，本王便是风邪又何妨？既然王爷这么辛苦，那这一块甜的赏给王爷。小梅，去换一个更大的软枕来。是。手怎么这样凉？小梅，去把我的暖手炉取来。是，王爷，我真的不冷。你这样来回走，我连书都看不进了。知青，我只是害怕。有你在，我们什么都不怕。不行，我还是让太医再来看看。恭喜王爷，贺喜王妃。王妃胎相稳固，一切都好。从脉象看，小世子怕是就在这几周内便要降生了。几周？这么快？稳婆找好了吗？参汤备足了吗？
产房消毒了吗？府里的下人都排查过了吗？万一……来人，都给本王动起来！产房再用艾草熏蒸3次，所有器物必须用肥水煮个3遍。稳婆呢？再从京中寻10个最有经验的来，不，20个，轮流在府外候着。快！还有补气的参汤，去库房把那只300年的老参取出来备着，年份不够的都给本王扔了。快去！是。都给本王仔细着点。你瞧你父王，倒比我还紧张。那老滑头可是一点亏都吃不了。怎么了？别慌，我想是我们的孩子等不及要出来了。来人，快传产婆，把宫里最好的太医全都叫来，快！王爷，产房血气重，与您不详，您还是在外等候吧。滚开！谁敢让本王出去，本王就让他全家横着出去。是。裴烈，你看着我。知青，我在这里，别怕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我不怕，你怕什么？你这样，产婆们手都要抖了。还怎么给我接生？我不走，我陪着你。生了！恭喜王爷，恭喜王妃，是个小世子，母子平安。他快醒了。我们的儿子，你看他很乖，不哭不闹，鼻梁高挺，真像你。他怎么又哭了？是饿了吗？不对，半个时辰前刚喂过。是尿了吗？王爷，让我来吧。你别动，你躺好。他是不是不喜欢我？王爷，你抱得太紧了。裴寻，不许碰！再闹我就把你扔出去！哦，王爷又被咱们家的小霸王给缠住了。娘。你一来，他便忘了谁是爹了。谁让你总板着脸吓唬他？孩子也是会看脸色的。带世子下去歇息。青青，你可还记得今日是什么日子？什么日子？莫非是王爷又打了胜仗，要犒赏三军？今日是我大夏最英勇的女将军俘虏了本王的日子。跟我来。我们要去哪儿？一个能看清全貌的地方。真美。以前我站在这里，
看到的不是这些，我看到的是棋盘，是权力的绝如场。每一座府邸，每一条街道，在我眼中都是可以利用的棋子和需要攻占的阵地。这座城于我而言是责任，是枷锁，也是战场。它很大，却也很空。直到遇见你，青青，我再站在这里，看到的是家。那里有你，有阿迅。这座城池不再是冰冷的棋盘，而是我要用生命去守护的家园。是你，让我做的这一切都有了意义。你也是，裴丽，谢谢你，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被人爱着、被人护着。从前我总以为，那年千里寻夫，心碎而归，我的人生已经落幕了。再后来，我以为3年前那场屈辱，就是我一生的终点。原来，那不是结局，只是告别旧我，遇见你之前的序章。往后余生，只有我们。